各位同学早，接下来是今天的课程。今天要谈什么？今天要谈设计的能力、知识跟贩售的通路。我们还是要感谢 TED， 他这么努力的把很多的很好的演讲者邀请去，跟大家做简短的演讲。那我们也把它翻译了以后呢，拿来放在网站上面，一方面上课，一方面放在网站上面。如果各位课程没有听懂的地方，其实你都可以在课程这个位置进去看啊。那你从这个上面呢，我们大概可以了解，现在网络的力量是非常的庞大。那我们今天介绍的3位，那这3位的概念呢，我们来学习什么呢？第一个，Lotto，我们从他的身上看到这个设计能力。Lotto 是什么人呢？ Lotto 其实他是一个脑神经科学家，但是他也是一个对于人的设计，跟视觉的关系有很大的研究。各位，我等一下会介绍他的网站，非常的有意思。而且等一下各位看他演讲的时候，你必须很用心的去看，因为你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居然是这样子的哦。就是说，我们老是觉得说我们眼见为凭，可是他告诉我们，我们眼睛看到的有很多都被我们自己骗了。为什么道理？那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其中的一个设计能力相关的一个知识，希望大家可以了解。第二个呢，就是 Stephen。Alex Stephen 呢，我们今天呢，上个礼拜我们用它来讲改变世界。那这个礼拜我们用它的影片来告诉大家设计的知识啊。那设计的能力跟知识都能够有初步的理解的话，我们就用这位波兰的设计家，大概是 Utko。还是 Utko， 我不知道怎么念，但是Utko 呢，我们透过它来讲设计到底怎么卖掉。这一位 Utko 先生呢，他是一位建筑师，他原来是一位建筑师，可是他后来呢，他没有从事建筑，但是他用他学了建筑的概念，去开始做一件现在全世界都不再会去做的事情。他开始去设计报纸。那设计报纸到底跟设计的贩售有什么关系？我想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3位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思考者，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看。我们主要的概念是说，没有能力的设计就没有办法卖。那没有知识的设计也没有办法卖，那没有办法卖掉的设计呢，就没有办法改变世界。这个是我最近几次呢一直跟大家想要告诉大家，就是说，你学设计的目的，了解设计的目的，就是要去了解设计怎么改变世界啊。因为我们一直谈到设计不只是设计一张桌子、一张椅子，你还是可以设计一个制度，你可以设计很多东西。我再强调一次，设计就是把你现况带到另外一个你理想境界中间的能力，就是设计的能力啊。那第一个概念就是设计的贩售啊。我想听起来好像设计当成西瓜橘子这样子在卖哈，但是设计本来它就是一个需要被卖掉，它才能够成就的工作。如果我们设计了半天，我们没有把它卖掉，其实我们就是在替自己做设计。替自己做设计没有什么不好，可是你只有替自己做，你很难去改变整个世界。所以，设计的贩售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今天想要透过这位Jacek Utko， 他是一个 newspaper designer， 其实他是一位建筑师。透过他的演讲去了解设计怎么样子来救一个报纸。那设计去救报纸这一点，意思就是说，到底是设计有什么力量可以把一个快要倒闭的报纸能够把它救起来呢？我想透过他的演讲，我们可以了解以下的这些事情。
第一个就是说，现在的时代，大家不太看报纸了。大家看报纸不是在电脑上，甚至就在手机上看。各位现在还有看报纸习惯，而且频率很多的举手，我看大概1/4。电视以外的，电视不算，你是从电脑上看到这个新闻的举手，我看占多数。OK。以前大家把报纸摊开来，然后坐在椅子上，坐在桌子上，桌子旁边去看报纸的这个习惯，慢慢的没有了。大家都是在路上，在很忙的时候，赶快收一下，那看一看。所以这个行为让报纸，多数的人都说报纸已经死掉了。所以宣判报纸死了。所以很多人大家都觉得是说报纸总有一天它就消失了。那当然。它也有可能真的就这样消失了，但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这一位这个 Utko 先生呢，他怎么样子透过他的设计能力，去把不只是一家哦，好几家的报纸，通通把它救活，而且他的营业额不断的增加，他用什么方法？好，他的概念就是说，贩售设计啊，就是重新定义需求。这一点，请大家把它记下来。就是说，我们在做设计，不是设计一个漂亮的东西。你上去他的网站看，他的网站的第一句话就是告诉你说，设计不是改变一个外形，设计呢就是重新去定义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但是最重要是定义报纸被人家有没有需要啊？如果原来坐在椅子上看报纸的那个习惯，大家已经没有这个需要，那个东西。现在，如果我重新定义它，大家还会不会想买？哦，意思就是说，如果报纸不是报纸，那会不会有人想买？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个东西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可是很多人在想的时候很不容易想清楚。意思就是说，明明是一份报纸，可是报纸不是报纸。我要重新想说，那报纸不是报纸，它是什么？当我要想清楚它是什么的时候，我才能够去设计这个看起来还是一样，可是它已经被我界定成为一个新的东西，然后呢，去开始拿去这个卖，它才卖得出去。这一章呢，是我告诉大家说，如果它变成报纸呢，它就没命了。但是这位 Utko 先生呢，他思考了半天以后。他本来开始接这些报纸，他去做他们的这个艺术指导的时候，他也觉得很痛苦。不管他怎么设计，这个报纸还是卖得不好。有一天，他看到太阳马戏团，他突然体悟到，太阳马戏团把一个已经没落的产业，马戏团是一个以前在我小的时候是一个很。娱乐没有多少，大家是很爱看马戏团。可是马戏团越来越没落，可是太阳马戏团把一个没落的产业做到现在变成非常赚钱的一个团体，那这个就很不容易。他看了以后，他突然了解说，啊，原来是你用什么方法重新定义马戏团，他把马戏团变成不再是马戏团，而马戏团变成是一个新的定义，这个就是太阳马戏团。所以他就重新定义他的报纸，他把报纸变成有内容的海报。那是什么意思？我们等一下可以从他的演讲里面看到实际的情况。那因为他把它重新定义成为它是有内容的海报，所以他成功了。所以我们的重要概念就是重新定义才有机会。这个是他的网站，他的网站呢叫 Jacek Utko News Design。它最重要的最左上角的一个话告诉你说 ，Redesign is not about changing the look。重新设计不是把它的外貌改变 ，It's about changing the product completely。它是把这个产品彻头彻尾的就把它改掉。那它有一个叫做 Seven Steps to Success， 就是7个步骤可以迈向成功的步骤，1、2、3、4、5、6、7。那它的第一个步骤呢，就是你要有清楚的策略，清楚的策略
为什么需要有清楚的策略？就是说我要定位的很清楚，我要怎么定义它，我才会有策略。所以它第一个就是有清楚的策略，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有清楚的策略，所以我要有什么内容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这样子的内容，这样子的战略，我用什么设计去满足它，第三个，第四个呢就是 testing， 就是说我想好这个策略，我有这样子的内容，我已经做好这样的设计，我拿去市场上测试一下，它的成功是它一定做过测试，做过测试以后，他就要开始来想说，我报纸是每天要出的，我的工作流程要怎么样子才能够保证我每一天都做出品质很高的东西。所以第五个就是他的工作流程，第六个呢，他就是一直去创造他的品牌。那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的。那他特别谈到说 how to cross promote our content， 意思就是说，他既然经营了那么多的报纸，他就拿假报纸去称乙报纸，拿乙报纸去称丙报纸，拿丙报纸又称回来假报纸，互相的交叉支撑了以后，他去建构一个非常强大的品牌。那第七个呢，就是执行力，他特别谈到执行力。所以设计呢，光空有这个想法是没有用的，它必须最后要有执行力。那它的右下角的那个地方呢，它谈到的一个是叫做 redesign process can be a vehicle for total change， 就是说，当我们把一个事业拿来重新设计的时候，它可以是一种工具。什么工具呢？造成一个完全改变的工具。It can achieve all of the company's departments. We call it inner branding。意思是说，如果你真的把设计这么认真的做的时候，你可以把整个公司的各个部门都做一个彻头彻尾的改变。我们称它为内部品牌。那内部品牌跟外部品牌最大的不同就是说，我们各个不同部门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情，所以这个叫做内部品牌的这个作业。所以这个 inner branding， 各位可以把它记住。如果对于品牌有兴趣的同学，对于 inner branding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呢，可以把它好好的这个放在脑袋里面，它对你未来的工作是很有帮助的。那么这张请大家看，这个是他改的第一个报纸，在波兰这样子的成绩，就是说这个是2001，最左边是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几乎是一直上去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成绩是非常有意思。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影片，就是他的那个短短的演讲，告诉我们设計可以救活一个报纸 ，Design to save newspapers。Newspapers are dying for a few reasons. Readers don't want to pay for yesterday's news. 他说报纸会死掉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读者已经不想要花钱去买一个昨天的消息。我们过去看报纸是说，报纸今天早上来，那个叫做最新的消息。可是其实你现在那个消息都在昨天晚上的电视节目看到了，不然就是在网络上你已经知道了。所以你在看报纸的时候叫做昨天的消息，然后你花钱去买，你觉得很奇怪，所以大家不买昨天的消息。他说，而且那个报纸上还有一大堆广告，所以他觉得这个很奇怪，所以大家呢是不会再做这样的事了。And advertisers follow them. Your iPhone, your laptop is much more handy than New York Times on Sunday.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在你的手机上面可以看到的东西呢，还有你的电脑上可以看到的东西呢，都一定比《纽约时报》的周日版还多。《纽约时报》周日版是很多页。然后比它还多，而且我们还要拯救森林，少砍树木，所以大家已经越来越不想印报纸、看报纸。And we should save trees at the end. So it's enough to bury any industry. So should we rather ask, can anything save newspapers? There are several scenarios for the future newspaper. Some people say it should be free, should be tabloid or even smaller A4, should be local, run by communities, or niche for some smaller groups like business, but then it's not free, it's very expensive. Should be opinion-driven,
less news, more views. And we rather read it during breakfast, because later we listen to radio in a car, check your mail at work, and in the evening you watch TV. Sounds nice, but this can only buy time. Because in the long run, I think there's no reason, no practical reason for newspapers to survive. So what can we do? 他的这一段开场白虽然听起来好像他讲的有点开玩笑，可是很重要。他的意思就是说，大家就去研究说那个报纸到底要怎么能够救活。有人说免费送就可以活吧，那有人说那我们就来做小型的报纸等等等等。那他说这些都是只能够让你苟延残喘，真正这样根本没有重新定义这个报纸，你只是让老报纸用一些急救的方法让它可以多活得长一点。所以他说那我们可以做什么？ Let me tell you my story. 20 years ago, Bonnier, Swedish publisher, started to set newspapers in a former Soviet bloc. After a few years, they had several newspaper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hey were run by an experienced staff with no visual culture, no budgets for visuals. In many places, there were no even art directors. I decided to work for them as an art director. Before I was an architect, and my grandmother asked me once, "What are you doing for a living?" I said, "I'm designing newspapers." "What? There's nothing to design there. It's just boring letters." And she was right. I was very frustrated. Until one day, I came to London and I've seen performance by Cirque du Soleil. And I had a revelation. I thought, these guys took some creepy, run-down entertainment and put it to the highest possible level of performance art. I thought, oh my God, maybe I can do the same with these boring newspapers. And I did. We started to redesign them one by one. The front page became our signature. It was my personal, intimate channel to talk to the readers. I'm not going to tell you stories about teamwork or cooperation. My approach was very egotistic. I wanted my artistic statement, my interpretation of reality. I wanted to make posters, not newspapers, not even magazines, posters. We were experimenting with type, with illustration, with photos, and we had fun. And soon it started to bring results. 各位现在看到的都是他的报纸，都是报纸，所以你现在开始去想说，哎，你如果拿到一份报纸是长这样子，那你来想想看，后面还有更有趣的。In Poland, our pages were named covers of the year 3 times in a row. Other examples you can see here are from Latvia, Lithuania, Estonia, the Central European countries. But it's not only about the front page. The secret is that we were treating the whole newspaper as one piece, as one composition, like music. And music has a rhythm, has ups and downs. 这一段是很重要的。他说，当他设计一份报纸的时候，他并不把它看成说这是什么版，这是什么版，这是什么版，他把它整个看起来叫做一件事，而且是一张大海报。这个大海报呢，就像是一首音乐一样的，让它有高潮、有低潮、有这个沉静、有激昂，所以他把它像音乐一样的来做，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设计，负责带来给这个读者呢一种享受音乐的体验。And designer is responsible for this experience. Flipping through pages is reader's experience, and I'm responsible for this experience. We treated 2 pages, all spreads, as a 1 page. 所以刚刚各位看到的就是那个，我们再回去看那个我很喜欢的这一页啊，这一页非常好看。You can see some Russian pages here, which got many awards on the biggest infographic competition in Spain. But the real award came from Society for Newspaper Design. Just a year after redesign of this newspaper in Poland, they named it the world's best design newspaper. And 2 years later, the same award came to Estonia. Isn't it amazing? What really makes it amazing, that the circulation of these newspapers were growing too. Just some examples. In Russia, +11 after 1 year, +29 after 3 years after redesign. Same in Poland, +13 up to 35% rates of circulation after 3 years. You can see on a graph, after years of stagnation, the paper started to grow just after redesign. But the real hit was in Bulgaria, and that is really amazing. Did design do this?
Design was just a part of the process. And the process we made was not about changing the look. It was about improving the product completely. I took an architecture rule about function and form and translated it into newspaper content and design. 他说，因为他学建筑，所以他把这个建筑的功能跟形式的这个概念呢，就变成报纸在设计报纸的时候，他把功能就当成它的内容，他把他的这个报纸的设计就当成是建筑物的形式，所以他用这样子的一个策略来思考。And I put a strategy at the top of it. So first you ask the big question: why we do it? What is the goal? Then we adjust the content accordingly. And then, usually after 2 months, we start designing. My bosses, in the beginning, were very surprised. Why am I asking all these business questions instead of just showing them pages? But soon they realized that this is the new role of designer, to be in this proces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o the very end. So what is the lesson behind it? The first lesson is about that design can change not just your product, it can change your workflow, actually can change everything in your company. It can turn your company upside down. It can even change you. And who's responsible? Designers. Give power to designers. But the second is even more important. You can live in a small, poor country, like me.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我们通常听到很多人讲说啊，这个业主他预算不够，所以我这个设计做起来烂烂的、破破的。他在讲一个事情，就是说，像他住在一个那么贫穷的那些以前苏联的。独立起来的那些小国家，那么贫穷的小国家，他怎么样子把设计做到全世界最好 ？You can work for a small company in a boring branch. You can have no budgets, no people, but still you can put your work to the highest possible level. And everybody can do it. You just need inspiration, vision, and determination. And you need to remember that to be good is not enough. Thank you. 这个故事呢，在告诉我们的事情，事实上就是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位建筑师，透过他的设计理念，去把几份这个小国家、贫穷的国家，大家已经都不太在看报纸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意做得很不好的情况的报纸。透过他设计的力量，去不止把它让它维系下去，而是让它收入增加。那么这种没有设计以前，报纸要死不活；设计以后，突然之间升得那么高。他特别谈到说，他不只是因为他改变了他的外貌，而是因为他改变了他的整个的思想。那个思想就是说。这份报纸它其实定义成为一个你的新娱乐，那个娱乐就是我有内容的漂亮海报，所以每一页它都变成一个漂亮的海报。所以当我们在看那个报纸的时候，消息是其中的一个给我们的内容，但是重要的是每一页它不只有消息，不只是它的祖母讲的是一些字很无聊的排在一起而已。他把每一个讯息，比如说他开始要讲一个经济的问题的时候，他把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人的照片放到那么大，而且是放剖面，也不是放正面的大头照，所有的东西都让这个整个的页面开始，你可能还没有读内容，你就已经整个知道他要告诉你的气氛。所以他说他的整个的设计就是他跟读者之间利用设计的语言在沟通的一个方法，所以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概念。那他最后的这个结束演讲之前，他笑笑的说，所以请这个企业家呢把权力交给设计家。那把权力交给设计家，我特别把权力跟设计连起来，就是说真正的设计做得好的时候，你就会得到权力，因为设计是可以改变很多事情的。你可以把一个失败的公司，透过一个成功的设计，把它改变活过来。其实现在我们大家都很了解无印良品，无印良品在这个真正开始很重视设计以前，它是一个没有什么成功的品牌，已经在了，可是没有什么成功。它是到原哉去把这个
设计开始注入这个无印良品的这个所有产品中间了以后，它才开始变成一个我们现在，也许我不知道现在大家喜不喜欢，各位在喜欢无印良品的举手我看。是，就是说我们对于无印良品这样子的一种产品，为什么会喜欢它？是因为它那里面有设计的语言在里面。那些设计是因为我们看它觉得很炫吗？不止，事实上它就是它卖的一个杯子，其实已经不只是一个杯子，它已经重新定义过，让你觉得同样是很多杯子，那我要买这个。它设计就是开始有这个力量。